上集说到安心20年间的变化，不只是他，所有人都变了。高启强虽身居高位，却不甚孤独。高启盛和陈淑婷相继离世，他身边只剩高启兰一个亲人。这些年的血雨腥风让高启强没睡过一个安稳觉，只有躺在当初余荡那张椅子上，才能获得片刻的安宁，也只有旧厂区的老房子，才能让他有家的感觉。如今，高启兰已经成为一名医生，小陈和黄瑶也长大成人，但自陈淑婷死后，本就不是亲父子的两人关系一度降到冰点。小陈更是异常叛逆，跟着一些混混不务正业，四处飙车，处处不服高启强，惹了祸却还是要他擦屁股。老安升任政法委书记，他知道安心的油滑和畏首畏尾都是伪装出来的，他心里始终装着金海。老安劝安心趁这次指导组入驻金海政法委系统整顿的机会，重拾对抗黑恶势力的勇气和决心，还金海政界一个风清气正。在对龚开江的调查中，指导组发现一个和强盛集团有关的违规工程，地址在尼罗村，四处走访调查后却一无所获。对于这件事，上至建委官员，下到尼罗村百姓，却都闭口不谈。收到消息后，高启强想出了对策，他要告诉老百姓金海到底是谁说了算，还要在百姓中制造指导组无能的假象。高启强买通尼罗村村民陈金生，让他向指导组举报强盛集团唐小虎杀人埋尸，接着演了出唐小虎畏罪潜逃被抓的戏码，同时引来大批媒体和记者关注此事。等火候到了，让指导组挖出一具洋尸。此事一出，大大降低了指导组的公信力，只等唐小虎被无罪释放，就坐实了高启强才是金海主人这一事实。徐忠和纪泽这才意识到高启强绝非善类。安心听到消息后，第一时间赶到指导组。他提到一个多年前的暴力伤人案，当事人江鹏还在不断上访，如果能找到他，唐小虎今晚就走不出公安局，高启强的算盘就会落空。所幸安心的办法奏效，指导组这才不至于被架在火上烤。此事之后，安心正式加入指导组，还被任命为715涉黑专案组副组长。隐忍多年的他终于等来了机会，这次重返战场，他势必要铲除荼毒金海的高启强、赵立东之流。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金海百姓对于高启强的认知，让他们知道高启强无法在金海一手遮天。安心和徐忠找到了高启强前些年的对头蒋天，他是金海目前唯一不会被高启强收买的人，因为有些背景，所以高启强只能打压，没办法彻底将其铲除。安心约见了蒋天，他却表示如果自己和指导组合作，那今后就没法继续在金海混。简单来说，金海上下都在观望，谁赢他们帮谁。但同时他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，那就是将自己司机的联系方式给了安心。如果说谁知道老板的事最多，那无疑就是司机了。他这是给自己找了个嘴替。通过司机的口供以及一份行车记录仪视频，指导组以暴力伤人的罪名逮捕了强盛集团一个小人物王帅，而当年立案不查包庇罪犯的派出所所长陆鹏也被逮捕。经过调查，就是这样一个基层干部，贪污受贿的金额都高达1000余万元。王帅被捕不久，指导组就在招待所的盒饭里吃出了强盛集团的名片，这无疑是公然宣战。徐忠决定去会高启强，这一会可了不得。他发现高启强以做慈善为名创办的幼儿园和养老院，实则是为了拉拢人心。这间幼儿园的孩子，父母至少有一方是基层公务人员，而养老院里80%都是退休老干部，还有20%是退休老干部的亲戚朋友。高启强这盘棋下的实在大，他几乎将金海市大部分公职人员都拴在了自己船上，并且这些人对高启强的评价颇高，其中还包括徐忠的老师黄延军。这天，小虎找到手底下一个管事石磊，逼他连本带利还了自己欠集团的钱。石磊原本经营着一家种业公司，是金海知名的良心企业家，还曾被授予先进个人的奖章。一切要从5年前说起，他的公司周转出了问题，银行贷款又迟迟批不下来，于是经银行蔡经理介绍找小龙借了高利贷，结果却被这两人坑害，利滚利，负债累累，不仅将房地和公司都给了小龙，人还要白给他打工，现在连血都被卖了。安心相信石磊是个好人，希望他能好好考虑一下，协同警方将涉案人员绳之以法。后经指导组调查发现，唐小龙不仅做地下赌场和高利贷，还经营着色情行业。然而，尽管收到的举报材料很多，但因为队伍内部有唐小龙的耳目不断给他通风报信，警方并未拿到任何足以指控他的证据。当务之急是先将这个内鬼揪出来。安心请张彪找几个信得过的兄弟跟自己去抓人，出发前并未告知众人行动地址和目标人物。这一趟果然揪出了内鬼，就是现任刑侦支队队长张彪，也是同为曹队徒弟，和安心共事20余年的同事。之后，根据张彪的口供以及指导组目前掌握的材料，基本可以确定唐小龙的犯罪事实。指导组提请了异地用警1500名武警特警赶赴金海，对唐小龙名下的所有赌场、高利贷、淫秽窝点进行打击，抓捕了以唐小龙为首的多名犯罪分子，以及和他有过利益往来的腐败官员。但事情远没有结束，指导组会继续驻扎金海，拨乱清源，彻底拔出黑恶势力和其背后的保护伞。这下轮到赵立东慌了。
他背后更大的保护伞也开始从上施压。指导组经海之行任重道远，唐小龙被捕，等于断了高启强的一臂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赵立东也和他撇清了关系。高启强找到黄延军，虽未明说，却处处透露出想请他帮忙的意思。吃人嘴短，黄延军便亲自出山找到自己外甥。这个外甥不是别人，正是我们的老孟叔，现如今任职人大主任。这些年，因为不肯被贪污腐败渗透侵蚀，老孟树敌不少，为官之路并不轻松。孟玉和安心分手后，当年就对他有些意思的禁毒支队队长杨健，一番死缠烂打后得偿所愿，如今更是坐上了供电局2把手的交椅。高启强见老孟油盐不进，便从他身边的人入手。现在百姓都传京海市的电力，一半姓杨，一半姓高。唐小龙这边缄口不言，往指导组餐时放卡片的人被查了出来。据此人供述，他家有个糖尿病老人，冰箱里常备着胰岛素，是受电力公司断电的胁迫不得已才这样做。这说明供电公司和高启强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。于是徐忠和纪泽决定从京海市的供电系统寻找突破口。经过调查，供电公司的总经理马涛是杨健当禁毒支队队长时的特勤，如今两人相互勾结，杨健为供电公司的违规经营大开绿灯，马涛则按时上供。他们帮高启强又是出于什么原因？这背后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，他们如此行事的保护伞又是何方神圣？我们的老孟叔又是否参与其中？种种谜团等着指导组去解开。经过内部讨论，指导组将这件事交给对杨健和老孟最为熟悉的安心去查，同时也是对他的一次考验。安心马上约见了孟玉和杨健，提出想请孟玉的栏目帮忙做个专访，宣传一下唐小龙被抓一案。孟玉爽快答应。之后他又以探望老孟的理由到他们家蹭了顿饭。和杨健独处时，安心坦言高启强要完蛋，让他好好想清楚该怎么做。看杨健没有收手的意思，安心接受了老安的建议。原来老安这些年一直在收集杨健和高启强勾结的证据，他嘱咐安心去找公安局秦局长，他那里有一份228枪击案的卷宗。这个案子至今未破，当时负责的正是安心的徒弟小陆。当年因为涉及强盛公司和供电局，228案没人敢接，小陆主动请缨拿了过来，结果却处处受到阻挠，最后更是人间蒸发，生死不明。228案重启，当时的知情人张彪被问话，据他回忆，自从安心被调走后，小陆就因为和他一样的性格，成了刑警队最孤独的人。案发现场有一辆机车，小陆顺着线索查到了高启强儿子小陈头上，这在外人看来无疑是太岁头上动土。张彪不想让他惹上麻烦，就将小陆暂时停职。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高速口的丽水县，之后小陆就人间蒸发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没有人提起，也没人立案。丽水县是228枪击案受害人王丽的老家，指导组咬死这个线索，来到小陆失踪的丽水县。228持枪抢劫案是否能够水落石出？安心能否找回失踪的小陆？这背后又将牵扯出怎样的惊天阴谋？我们下集接着看。最后，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，好剧值得您完整体验。